会记得你等我几个步，会记得我为你吃醋，会记得打拼的辛苦，会记得你对阮的好，会记得所有快乐悲伤，会记得平凡，也是一种幸福。少年牵手，老伴扶车，行过风风雨雨，守护一个家。岁月打扮，头毛翻白，陪看笑容的招魂，永远美丽。刚刚表演的最后一首曲目，好好听哦。那首曲目啊，是贝多芬第9号小提琴奏鸣曲，又叫做克罗采奏鸣曲。克罗采奏鸣曲。其实啊，原本是贝多芬为了帮他的一个小提琴家朋友布里兹陶尔谱的曲，所以原本也叫做布里兹陶尔奏鸣曲。可是后来呢，因为那个贝多芬啊跟那布里兹陶尔呢，他们两个闹翻了，所以他就把那首曲子呢献给了他另外一个小提琴家朋友，就变成今天的克罗采奏鸣曲。我以为你只有对医学有兴趣，没想到你对音乐也那么熟悉哦。我小时候啊，曾经学过小提琴。真的吗？你学了多久啊？从我幼稚园到国小6年级。哇，那蛮长的一段时间呢。小时候学小提琴的那段时光啊，真的有好多好多美好的回忆。哎，我们坐那里吧。好啊。一度以为我以后会走音乐这条路。我还记得有一次啊，音乐会之后，有一个评审老师，他推荐我到维也纳去学音乐。去维也纳学音乐，好棒哦！可是那时候，我爸和我妈他们很反对。为什么啊？那么好的机会。我妈那时候嫌我年纪太小，身体又不好，又有气喘，她觉得我一个人在外地生活会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当时出国的话，也许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杰出的音乐家。我不知道哎，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时候我真的到维也纳去学音乐的话，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在想什么？没有啦，我只是在想，缘分真的好奇妙哦，一个念头就错过了。就像你跟小提琴，不知道人跟人之间也会不会这样子，一念之间就让缘分错过了。我们这样子算不算约会啊？我约你出来，当然算约会啊。那你的女朋友知不知道我们出去啊？我跟嘉佩已经分手了。分手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前几天到你的杂货店去找你，我看到有个男生送你回家。
你是说我那个打工诊所的康医师吧？他是到我们家要买东西的，我跟他没有什么哦，你不要误会。其实我应该谢谢他的，因为他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什么事啊？他让我明白你在我心里的分量，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这个约会。秀贵，谢谢你，谢谢你愿意来陪我听音乐会。你不要谢我了，我等你开口约我出来很久了。我是不是太直接了？哎，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子。不过这是我内心的话。不会啦，是我不好，老是慢吞吞、慢半拍的，还差一点错过了这么好的女孩。缘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听你刚刚那么说，我真的好高兴。傻瓜。经过今天，我更确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啊？我要给你幸福的机会。秀贵，秀贵，你看，寄来了，寄来了，成绩单，成绩单，打开，打开，台中的中山医学院呢？打开，打开，打开看，怎么样？考上了没有？没有考上也没有关系啦。我考上了！考上了！我考到台中中山医学院医师技术学系耶！考上就好，考上就好。我要赶快通知他。你要通知谁啊？妈，你在这里，我怎么打电话啦？啊，你要打电话报喜，我不可以听哦。我也想知道琪琪她考得怎么样啊？我不是打给琪琪啦，不是打给琪琪，打给谁啊？你又不认识。啊，你跟我讲我就认识了，有什么关系？你记得那个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说过我有喜欢的人吗？哦，你不是随便说说的，是真的。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乱说说啊？这不是徐火影的照片？我喜欢的人就是他，在学火影认识的医学院的大学长。这很久以前的事了呢。你们在一起很久了？没有啦，刚开始只是觉得他很优秀，然后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他，觉得他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我想起来了，那天你急着出门就是去约会哦。我们最近有一点点进展了。来了，你也来了哈。谢谢老板。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哎，我只能够请你吃路边摊。我才不好意思嘞，都说好了是我请客，怎么又变你请客啦？就冲着你叫我敏俊大哥啊，这一顿啊，我肯定要请你。只是我怕这个路边摊你会觉得不够慎重啊。怎么会呢？我们两个都是学生呢，能吃路边摊很好了。更何况，这个面摊有我们两个人的回忆。也是啊。哎，对了，什么？加菜。今天是庆祝你考上插大，应该要跟以前不一样才对啊。
那你也多吃一点。谢谢。对了，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成为了敏聪跟思薇的学妹。也没想到我要到台中念书，你却要到花莲实习了。秀贵啊，如果我不在台中那段时间，你遇到什么事情的话，你一样可以找敏聪跟思薇帮忙的。怎么啦？你生气啦？对，我生你的气。可是我刚刚有说什么话让你生气吗？我生气是因为你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我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要带给你是幸福的感觉，而不是让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虽然你不在台中，我有点失望，可是实习医生有多辛苦，我很清楚的。我既然不能在你身边帮助你就算了，怎么可以当你的负担呢？你去花莲的时候，你要好好实习哦。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完全不要顾虑到我。秀贵，牙医诊所那边我已经辞掉了，我想好好充实我的大学生活，先从努力读书开始吧，将来才可以当你的好帮手啊。谢谢你，赶快吃吧，吃完我去逛夜市。好啊。逛夜市啊，要小心，人爱看雕雕，免得走失。钢笔掉是小事啊，人可不能掉喽。快吃吧。你知道吗？我之前在花莲念书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朋友很夸张的跟我说，他跟我说，如果去海边玩的话，很有可能遇到大金鱼。所以每一次放假的时候啊，我常去海边玩，想说也许会碰见大金鱼。那结果嘞？当然一次都没看到啊。所以你就对这个金鱼娃娃特别有感觉？不过我觉得这个金鱼娃娃一定比真正的更可爱，对吧？那是当然啦。好啦，走吧。哎，等一下，老板，这个金鱼娃娃多少钱啊300。帮我拿这一只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是啊。送给你。谢谢。虽然我觉得它很可爱，但其实你不需要买给我的。你就收下吧。考上差大了之后，我也没送你礼物啊。既然你喜欢它，就当做是我送你考上的礼物。谢谢啦。它不会只是个礼物，它也会是我的陪伴。陪伴？我会带它去台中念书啊，然后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正在努力的念书，正在努力的往前冲，我要更鞭策自己继续努力才行啊。哇！我就送你一个金鱼娃娃当礼物，就这么有魔力啊！看来以后啊，我要多送你几个礼物才行。不要啦，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以后不要乱花钱买礼物，不要再破费了，知道吗？真的一个就够了。可是我觉得还不够哎。老板，给我2个冰淇淋。要什么口味？你要什么口味？我要花生的。一个花生的，我要香芋的。这样好吃哎。谢谢。我要香芋的。谢谢，多少钱啊20元。找你80块，谢谢。谢谢啊。谢谢。实习之后想到要走哪一科吗？
我还没决定哎。不过上一次你说我很适合小儿科，这一点啊，我会好好想一想。在实习阶段好好考虑清楚还来得及。实习过程中有很多的科目，比方说有内科、外科，还有妇产科，都得自己去跟自己去学。我是这么想的，我想要先把这些科目的过程还有内容呢，先搞清楚之后再做决定。不过会有很多突发状况哦。之前我在护专实习的时候看到那些实习医生有够辛苦的，什么都要做。你放心，我会随时绷紧我的神经的。李敏君医师，你有这份心意，很好。哎呦，我还不是医生啊！哎，不过说真的，为了去慈济医院实习啊，我可是先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什么功课啊？我发现花莲慈济医院好像常常收到一些交通意外或者是跌倒车祸的病人。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我总觉得我应该学一些外科的专业知识。也许是因为花莲地广人稀吧，大众运输工具也比较少，大部分的人都要靠着自己的交通工具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发生状况也在所难免的。你看起来观察得很仔细耶。花莲跟台北本来就不一样嘛，不像台北哪里都近哪里都方便。哎，但是你要住花莲的话，恐怕要先买一台机车哦。可是我不会骑耶，会不会很逊啊？不会啦，放心，有我。谢谢你啊。这就是我们家的车。哎，你真的骑得有模有样哎。没办法啊，花莲地方大，所以一定要有交通工具代步才行啊。所以今天呢，我一定要教会你骑车。那就麻烦你啦，教练。我告诉你哦，我当老师是很严厉的哦。今天我如果教不会你的话，我就不吃饭。好害怕哦，老师好凶哦。敏俊就要去花莲实习啊啦。迄敏聪他甲思维咧台中，迄工作也很顺心呢。就算讲是咱兜敏顺啦，伊即马做业务做甲足有信心的，迄将来嘛会当学做生意啊。啊，若是安尼想咱即马三个囡仔真正愈来愈无需要咱操烦啊啦。对啦。敏俊甲敏聪是无需要咱操烦，毋过敏顺我去找业务嘛好啦。你知影有讲外口生意无遮尔好做。你迄其实咱兜敏顺自细读课就足好的啊，反应足紧的呢。伊做生意一定袂有问题的啦。对，就这样子，你不要冲太快哦，然后记得要随时看后照镜。是这样啊？对，不错哦。敏俊，爸妈，美丽妈，敏仲爸。你们怎么也在这啊？阮就
散步跟运动啊。啊，系啊！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我在学骑车啦。啊？学骑车？啊。敏君大概要去花莲了，在花莲如果不会骑车的话很不方便，所以想说今天教他骑车。啊，秀贵啊，他教得很仔细，是一个好教练。哦。哦，对啦，暗时吼，你迄个药啊，搁钱要来厝里食饭啦，吼，就较早回来呢。哦。好。那你们骑车小心一点哈，我跟你妈妈先回去了哈。梅丽妈、民众爸再见。好，拜。较细里哈。你既然家里有事，你先早一点回去吧。没关系啊，我们再骑一圈好了。我看得出来，梅丽妈跟民众爸他们对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疑惑。我觉得你还是早点回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吧。你会担心吗？会不会担心是骗人的？该来的总是要面对，对吧？我回来了。爸，妈，美俊啊，坐了。哦。敏俊啊，阿嬷问你吼，你即马是甲秀贵做伙啊？吼？嗯。哦。你之前唔是甲我讲，你一直把她当作是小妹妹一样？妈，是这个样子的。我本来真的是把她当成小妹妹，可是后来我跟她相处之后，我发现她的个性真的跟其他女孩不一样，我真的跟她很有话聊啊。我阁会记得讲吼，你甲我讲过，你讲吼，你即马吼要专心实习的事，没有那个心情谈恋爱。妈，应该这么说，当感情成为一种负担或压力的时候，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够专心。但是相反的，当感情有某种力量的支持的时候，我反而能够更安心的往前走。秀贵说过，他不会给我压力，也不会造成我任何负担的。这会不会太天真啊？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哎呦，妈的意思是讲吼，对啦，初初吼谈恋爱的时阵吼，迄当然啥物拢足美好的，啥物吼拢足有意思的啦。毋过吼，这时间若是久啦，你搁遐尔无闲，迄查某囡仔哪会欢喜咧？秀贵她真的跟其他女孩不一样，时间久了，你们就会知道她的优点。敏俊啊，那你是怎么想的？我是这么想的，良医之路我会继续努力，但是同时，我也希望朋友能够鼓励我。当然，我更希望爸妈能够支持我。希望你们不要反对我跟秀贵在一起。爸妈，我已经长大了，我自己做什么事情我很清楚，你们不需要替我担心。
秀贵，哎，敏俊大哥，有没有等很久啊？还好。对了，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么着急，不能在电话里面说啊？你回去的时候，梅丽妈跟民众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他们嫌我条件不够好。不是啊，他们没有嫌你条件不够好，是他们觉得你年纪太小了。因为年纪太小，所以个性不够成熟。秀贵，你不要误会啊，我爸跟我妈他们也没说不喜欢你啊。没关系，现在不喜欢我，并不代表以后不会喜欢我啊。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美丽妈跟民众爸认识真正的我。秀贵啊，你知道我欣赏你是什么吗？就是你的那份勇气。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个自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一想到就说出来了。不过我刚刚不是随便说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他们喜欢上我的。你行李整理的怎么样啊？应该都差不多了吧？这男生的行李本来就比较简单，最多最重的应该就是书吧。快要实习了，你会不会紧张啊？有一点点。我了解你的感觉。之前我在学习的时候，我也好紧张、好不安哦。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连打针都打不好，常常被学姐骂。但让我伤心的事情呢，不是因为被学姐骂，而是让我的病人扎了好多次针，痛了好几次。所以之后啊，每次帮病人打针的时候，我就一直想着，绝对不能让病人再痛一次。所以我就发现啊，其实紧张一点用都没有，最有用的就是全神贯注。很快的，我就变成打针高手了。听你这么说啊，你好像是在鼓励我哎。你听得出来哦？你放心，我会随时的提醒自己不要紧张，要全神贯注。没错，当医生啊，压力真的很大的。医治好病人当做理所当然，一发生什么疏失就被指责、被骂说没本事的医生。所以你呀，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哦。只要真心尽力的为病人努力到最后一关，就对得起病人了。秀贵啊，你要记住，心理健康的医生才是对病人最好的医生。谢谢你，你对我说的这些话，真的是受益良多。东西都带齐了哈。有。好。来啦，还佫有啦。你看，我给你传啦吼，纱文啊、洗面乳啊，吼。这么多。嘿，牙膏啦，吼，还佫有饼干、泡面啦，拢有，你传好啊。哎呦，美丽啊！你传遐物件，花莲就买着啊，也毋是要出国啊。啊，伊是实习医生呢，足无用的呢，你哪有时间买物件？我传就好。哪有遐严重啊？你看，准备遐济，你敢要扛袂起来啊？妈，她是怕我饿到啦。来啦。啊，小弟，还佫有啦，还佫有。来啦。啊。还佫有这啦。好。哦，这放落哦，唔再玩玩。这要放吃啊。来，再放落去。好，来啦。来，哦，回来了。啊。回来啊。哎，李敏顺，最近工作越来越认真哦。有吗？嘿，我李敏顺哦，已经一连好几天都这样早出晚归啦。我看这抓吼，应该是真的啦，哈。当然，我超拼的，我连中午都没有休息哎，去客户那边准备资料，还有合约书，然后再去拜访客户，再去工厂看成品、看出货情形。连我都没想到，我李敏顺啊，会对一份工作投入这么多哎。妈，你干嘛这样看我啦？无啦，我就是想讲，你拄仔讲迄人，敢是阮囝李敏顺啊？哦，工作认真又不对了哦。
你不是常跟我说要工作认真、积极、用心？现在我充满了热忱，公司的同事也都说我是做业务的料哎，你不觉得吗？我们三兄弟啊，就敏顺的头脑最灵光啊，现在啊，终于发挥所长了哦。大哥，你看好我对不对？我真的没有盖你们哎！我现在在公司里面啊，做业务学经验，公司老板也说我学得很快哦，说不定哪一天啊，我可以自己创业做生意也不成问题。心不要这么大，一步一步慢慢来。啊，不是说现在啦，现阶段我在公司里面接受磨练、学习成长，等到哪一天时机成熟了，爸你也对我放心了，我才会出去创业。谁知道你是不是3分钟热度啊？爸就会打击我哎。我不是喜欢打击你啊，而是你现在还在观察期，等到你通过考验哦，我自然有我的打算啊。Thank you。好啦，对啦。啊，敏俊啊，你这行李吼，你要甲放在门后壁啦。明仔载透早出门的时阵吼，才袂记你呢。好。哇，大哥，你搬家啊？这2年的时间也不算短，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花莲啊，有可能成为我第2个家。爱加油哦，敏俊。知道。大哥，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加油！小姐，你找人啊？我找6号李家的。哎，我大哥2哥不在家，你是找？你是李敏顺？哎，你怎么知道？听你大哥提起过你。啊，所以你是？我是陈秀贵，你大哥的朋友。终于听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说的好像我是神秘客一样。对我来说，你的确是啊。不过什么？揭开神秘面纱之后的你啊，感觉还蛮亲切随和的。谢谢你的正面评语。所以你来我家是？我是来看美丽妈还有敏仲爸的。我正好出去买东西，那我不带你进去了啊。哦。不好意思哦，他是我们家的朋友。谢谢啊，再见。不会，再见。拜拜。拜拜。祝你好运呢。妈，秀贵。哦，你哪临时来啊？来得这，好，谢谢。敏仲爸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应该更早来看你们，可是因为考试的缘故，所以给耽搁了。不会了。不要一直站着嘛啊，请坐。对。是送你们的。好，谢谢。来得这。谢谢。啊有那个，敏俊他去花莲了，你应该知道哦。你们还有联络了？偶尔打电话，不过大多数都是写信的，因为他是在实习工作很忙，享受用写信的方式，比较不容易打扰他。对了，写信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了哈。秀贵啊，你跟敏俊哈
你有没有想过是那种，小妹妹崇拜大哥哥的心理啊？我在做什么，我很清楚。哦。啊，是这样啦。敏俊给你10岁呢。他想要的你不一定想得到啦。你想要的，他也不一定想得到啊。我不懂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讲你们年轻人啊，唔是迄种就介意约会啊，还是讲电话啊，还是四处出头啊，有无？阮兜迄个敏俊对这少年人介意的物件都不是很在意呢。他也没什么时间在意啦。我是惊讲会让你失望啦。我一点都不介意。我知道实习医生很忙的，除了看病，还有教授交代的一堆事情，还要写病历、写报告，学习各种科别的技术，晨昏颠倒的，常常连吃饭的时间都给耽误了。你哪会知影遐尔清楚啊？别话，美丽妈，你忘了，我是护专的学生啊。护专的最后1年也是在医院实习的。我很清楚，如果想要当好的医生，在实习的阶段，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培养实力。你既然拢知影，你怎么还会想要跟我们敏俊在一起啊？就是因为我了解，所以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修贵啊，这个了解跟做不做得到，这是两回事啊，那是不同款的啦啊。你现在年纪还小，可能定性不够啊。敏俊他又这么忙，我们不希望他因为谈恋爱影响到他的工作还有他的课业啊。再说敏俊他这么拼也是想要为师父做一些事情，这样你应该知道了啊。我当然了解，就是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更敬重他。敏俊大哥从工卫系毕业，本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了，可是为了4工1拒，2医难求，他就发奋重考。这有多困难、多辛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所以，我只有更体谅他，鼓励他。秀贵啊，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呢。对。做代志嘛就认真的啦，不过这个未来的事情没有人能保证啊。未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过现在我会努力的。我从敏俊大哥身上学到了很多，是他鼓励了我。我要当明聪的学妹了。你是说你要去念大学哦？我考上中山医学院了。恭喜啊！恭喜！恭喜！谢谢。我要向敏俊大哥看齐，我要跟他并肩走在医学道路上。安尼又见面了。怎么样？跟2位师兄姐的会面还好吧？好不好我不知道，不过我又很诚恳，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所以现在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不过你今天的勇气连我都佩服哎。不过安娜，我一定站在你这边的。谢谢你。我本来是想讲叶敏俊去花莲实习啦，秀贵嘛毕业啊，到时阵因2个人离遐尔远啦，迄感情就会变较薄啦。我嘛想袂到秀贵对敏俊这么用心呢。伊今麦几岁？20岁啦。可是她一点看起来不像20岁小女生个性超成熟的。你怎么知道？刚在门口遇到她还聊了一下。你觉得她跟佳佩聊？拜托，
是哥交女朋友，不是我们交女朋友。李敏俊自己心里想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妈，管太多了啦。哼，这哪叫管？我这只是关心，好不好？反正我的意见是仅供2位参考喽。我去忙我的事。你在想啥？拄则咧讲吼，即马3个囡仔拢无需要咱操烦啊啦，结果马上就有新的烦恼。对啊，师傅定定讲爱放手啊，咱安怎学拢学袂晓啦。这放手吼是一门学不完的功课啦。迄囡仔吼，细汉时阵吼，都爱烦恼因读册啦，大汉吼都爱烦恼因的工课啦，结果咧，即马搁爱烦恼因的感情。还叫你莫操烦，你敢做会到？这2个人做伙是一世人的代志呢。即马就叫我放下，安心。我的修行还袂到遐啦。虽然美丽妈跟民众爸看到我有些意外，但是很快的我们就聊到你了。他们问得很直接，我也把心里的话一五一十的说出来。该来的就勇敢的面对吧。我不敢奢望他们能理解多少，但起码他们愿意听我说。另外还有一件开心的事情，那就是呢，我意外得到一个支持哦，是你的小弟秉顺。你呢？一切都好吗？工作要努力，照顾自己也很重要哦。每天回家，总会不经意的看看信箱，你的来信，不知不觉成了我的精神粮食和继续往前冲的动力。实习医生的生活只能用打仗来形容，经常有新的状况，每一分钟都不能懈怠。前3个月在内科实习之后，这个星期开始，我来到了妇产科报道。这只是刚开始，我还在适应中。不过，就如同我对自己的期许一样，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迎接实习医生的每一天。喂，护理站你好。哦，找许医师吗？哦，好，你等一下。哎，许医师，电话。喂，好，我知道了。有位产妇血压偏低，子宫收缩无力，婴儿和产妇心跳变慢，很有可能是羊水栓塞，必须尽快剖腹，不然产妇跟婴儿都会有风险。现在病人状况是产妇急产，快去请白医师过来。可是白医师刚才才进入手术室进剖腹，没办法那么快出来哎。去找其他医师过来帮忙，快！好。徐医师，我可以吗？你，好吧，跟我进来。李敏俊，会不会帮产妇缝合伤口？啊？怎么了？犹豫了？我以为你很有学习精神的。我是有学习精神，可是视力有没有问题？没有。那就只剩下专注力了。用心就是专业，相信自己没有无法完成的事。加油，李敏俊医师。其实紧张一点用都没有，最有用的就是全神贯注。无菌处理一定要注意，才不会造成患处感染。是。
的慌别慌，你的麻烦不麻烦？你白色外套像一道光，赶走黑暗，把周围照亮。你并不孤单，微笑像月亮，乐观像太阳，眼中的天很晴朗。人生路弯弯，伤痛难免碰撞，记住勇敢。爱可以没有外敷，让快乐进步，一分呵护，一分礼物。谢谢你的照顾，笑容才恢复，满天星光一起数，闪闪幸福。爱可以没有外敷，让快乐进步，病痛解除伤口。